今天请 Daniel 大哥带我去吃他在新加坡最喜欢的 Hawker Center。小时候比较好吃，会得罪很多人哦。就算他有狐臭，我觉得我都甘愿。很好吃好吃啊，握在手里有那种幸福的感觉。中巴鲁熟食中心最有名的摊位，哪一个摊位？喜欢。没有 Surfshark 就没有今天这支影片。非常感谢这一次的干爹 Surfshark VPN， 今天很开心又第2次收到他们的合作邀请，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多多支持。VPN 呢，其实就像是一种虚拟的私人网络一样，就很像是你戴了面具，它可以掩盖你在网络上的所有行动。当你使用你的 iPad 啊、手机或是电脑，使用 VPN 去连上互联网时，讯息都会被加密保护，绝对可以安心使用。因为现在我的频道加了 Travel to Eat 系列，直到晚上回到饭店的时候，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Netflix 耍废时光。可能有时候会想要在国外看一些影集或是电影，是只有新加坡或是台湾可以收看得到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就会使用 Surfshark VPN。哦，对，如果你连到加拿大的伺服器啊，是可以有最多选择在 Netflix 上面，大家可以去试看看。现在呢，你只要使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ELLIEEAT， 就可以立马享有17折的优惠。如果你订购2年方案的话，再另外送你3个月的免费使用哦。最后再一次感谢 Surfshark VPN 赞助这支影片。话不多说，影片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ison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Daniel。有没有人知道 Daniel 是谁？绝对有人知道 Daniel 是谁，真的，因为你在新加坡已经算是第1把或第2把交椅了吧？美食界。我是 Daniel Food Diary 的 Daniel， 请支持一下。你有没有看过我本人？对，今天你终于要秀你的庐山真面目了。其实我今天看到他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其实很年轻哎。谢谢。他是讲是大叔，我觉得完全没有叔味啊。我觉得没有到大叔啦，就是哥哥啦。好，谢谢。而且为什么你中文会这么好啊？我很喜欢去台湾旅行。而且在疫情之前，每年会去1次的，一直去台北啊、嘉义都去啊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食物，他可能比我还要熟。对。今天请 Daniel 大哥带我去吃他在新加坡最喜欢的 Hawker Center。我觉得中巴鲁小贩中心、熟食中心算是新加坡数1数2的小贩中心了，所以旅客们可以过来聚集很多好吃的。而且中巴鲁是个很 hipster 的一个地方，它算是文青的地区的吗？它其实是个祖屋区，可是它因为有很多咖啡厅、餐馆，还有这个小贩中心，很多旅客年轻人都喜欢来这里逛逛。刚好今天这一间我也没有拍过，然后有几道菜我是还蛮期待的，可以吃看看。好，那话不多说，现在我们先出发，走！我一定要喝一杯咖啡，这是国啤欧国桑杯。我也是，一样吗？国啤欧国桑杯啊，对，这是新加坡式的美式咖啡 ，Americano。对，没错。OK。Daniel 要带我吃的，对，这边应该算是最厉害的一间了吧？其中一不可以说最厉害的。这样看下来，他们家的 Q 是最多啊，最长。长不代表它好，它可能慢哦，会得罪很多人哦。所以他们是慢还是？我们先吃吧。第一间是不见天叉烧，很多人都以为它叫不见天叉烧鱼，对不对？它是叫做忠于原味。你知道不见天的猪肉从哪里来了？为什么叫不见天？我好像之前有看过，但我现在脑袋空白。猪的脚前面腋下的。猪腋下的肉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它是不见太阳。对，所以它才叫不见天。而且它的肉质相当的好，那个肉的味道很浓厚。我刚才看了这个，你看那个肥肉跟那个瘦肉，对，这是3层的，相当漂亮。我想吃了，好，吃。哇！它有一个，就算它有狐臭，我觉得我都甘愿。它真的是入口即化，
然后那个油脂在口里面喷出来，那个感觉，然后外面甜甜的，就是有那个蜜汁的那个香，对然后去包裹住那个肉。我觉得这一片比普通这边还好吃嘞。我觉得这边的瘦肉跟肥肉的比例比较好，刚好。我觉得它的外面的甜味感觉像吃肉干这样子。所以这一摊排长龙是它的叉烧很好吃，而且一定要叫福建片叉烧，而且它的面是有 Q 感。它的一般的叉烧你有吃过吗？有吃过，比较一般。但是因为它这个也是 premium， 所以也比较贵一点，对，一盘是7块了。还好啦，还 OK 啦。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有那种在中式餐厅吃很好的那个感觉，就是 normal 的福建片。做个对比。而且它那个皮那个硬焦焦的地方，焦焦的地方很好吃。新加坡很喜欢用炒搭，这个它不会太炒搭，就一点点而已，点到为止。哎，这个也很厉害耶。我觉得长的比较好吃，因为它的甜味比较浓郁。它面不是算非常 Q 的那种，还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废话讲太多了？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是我们的错了。它的香料味道很好吃，它香料很香，它的辣椒很特别。辣椒对，它辣椒是有一点那种虾米的味对，道，虾米，然后再配它的青辣椒，我觉得搭起来又酸酸的，好吃。天衣无缝。你中文真的很好哎，你是讲中文长大的吗？好了。几分？店带我吃的都是你爱的店嘛，那我就不客气的给分了。以它的福建天叉烧，完全有9分的水平，有吧？你应该也会有吧？8.5， 8.5，给他一点进步的空间。哪里你觉得可以进步？哎，我完全忘记这碗汤的存在。我觉得云吞还好皮太厚，然后馅可以更多。我是比较贪心的一个人。不要把你的9分扣下来。8.8现在。好吧。9分我是冲着那个福建天叉烧来的，所以这边非常推荐，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试一下。现在第2间就是178卤面，卤面一起发，对，非常吉利的。对。中巴鲁其实有几摊有名的卤面摊，可是这摊是米其林介绍的。来猜猜这是什么？这个东西看起来像甜不辣，但是它其实竟然是炸鱼。普通的摊位就是加五香炸鱼啦，有时候它是加了鲨鱼肉。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吃鲨鱼肉会不会被骂，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食物，你知道吗？只要不是鱼翅就好。因为我在新加坡吃过卤面，但我从来没有吃过鲨鱼卤面。来试一下这间。你吃卤面喜欢吃醋味浓的吗？喜欢，全部加吃醋。各位，爱吃醋错了。Alison 爱吃醋哦，觉得女孩子适当的吃醋是好的，是好的吧？是好的。来吧，先吃一下。又有蒜又有醋，对，又有辣椒。我今天不觉得我在跟新加坡人拍片为什么？我觉得我在跟台湾人拍片。很好啊。今天加了很多醋哦。最特别的还是它的鲨鱼肉啦，好，因为它的外层是相当的酥脆，里面整个炸到很金黄色。对，里面饱满。我觉得鲨鱼吃起来就是跟一般的鱼肉一样啊。对，没有那个腥味。对，而且你拍了很久，还是脆的。这个鲨鱼我还蛮喜欢，对，它的口感是比较厚实的那一种。我要说好与不好，好我喜欢它的鱼肉，不好在哪里？我觉得其他的料就少了一点点。我想吃五香，我想吃那个猪肉片厚厚的一层。你还是喜欢吃传统的那一种？对，我想吃卤蛋，什么都没有，它就是纯粹的面、汁、鱼和料。可以做这种加料的。对，可以。我觉得可以。我比较贪心一点点。它还有那种碎碎的鲨鱼肉的皮呀，这种小块的这种。对，你知道新加坡有一个专卖炸鱼的一个快餐店，就很多人为了吃那碎片而去买啊，真的不是为了鱼肉。叫什么名字？L 字头的。知道的人在下面留言一下。我觉得这一间卤面的话，不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卤面，因为我个人有个人喜欢的店家。哪一个摊位？我喜欢王头，我会给个8分吧。你会给多少？7.5。我喜欢它的鱼面还好，料可以猜的可以更丰富一点点。OK， 好，下一间。现在这一间是什么？
叫什么名字啊？叫豆干土倒瓜包。倒瓜包让我想到了一个台湾的美食，什么？阿 K， 有就淡水的阿 K。但那个是汤的啦，这个是对对对，干的。这是干的。然后我觉得他们蛮特别，是他们还有加肉酱。通常这个是会配肉酱一起吃的吗？新加坡南洋式的会配肉酱，因为我真的哇，我真的没有吃过这个东西耶。年轻人都不吃倒瓜包的，就老人家。然后上面撒的是花生粉，花生粉，还有这个就是那个如家的酱料虾膏。我们先原味吃，因为它有给辣椒，还有给那个虾膏酱。刚刚是不是还没有放进去，然后就已经有出来了？哎，原味就蛮好吃的，好吃。而且这个很像我们南洋风味的沙拉，因为都是菜。蘸一下酱。虾膏很好吃哎。它的虾膏一定是马来西亚运过来，很浓郁，不会，而且不会太臭。我先给还是你先？你先给好了。8.5。我给，我再吃一个，我再吃一个。听起来很清爽，我会给吧。这一间也是来这边必吃的一间水柜。我们要吃的是这边非常有名的建国水柜，他们家是本店对吗？对，在这里。中巴鲁舒适中心最有名的摊位就是他们家。虽然人龙不是最长，就是我很小的时候，当它才1毛钱的时候，那时候就传到现在了，而且味道还好啊。始终如一吗？没有变到？有变啊，有变。我小时候当然比较好吃，从小吃到大的一个东西。而且如果你是一个旅客来到新加坡，来到这个舒适中心一定要吃，你可以不要吃别的东西，要吃这个。然后第二个我要提的是，米其林有给他一个必比登，可是不是这摊呢，是玉良那摊，好奇怪哦，他不给本店，要给分店。为什么？不要问我，因为那是以前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因为我本身水柜我只有吃过本豆的那一间，但这间很有名，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吃。你们千万不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本豆的好吃还是天巴路的好吃？这个问题我不要回答，因为我回答任何一个都会被骂。怎样？小时候比较好吃，小时候热热的，水柜是很软的。这种食物通常你们会当主食还是点心？看电视吃。小时候什么都会吃啊。我觉得我可以跟你讲哪一间比较好吃。OK， 我们先讲这里好吃在哪里 ？OK， 我觉得它的菜脯很好吃，油香味，对，那个辣椒好吃，油味，而且它的菜脯不会给的太吝啬。它的那个柜本身少了一点点米香，就吃起来里面比较淡，比较空一点点。我觉得它的柜可以更热、更软，然后更有味道一点。完全同意。还是要说它是中巴鲁舒适中心最有名的摊位，是因为有历史的成分。我大概会给7分。我大概给7.2。你可以在那边留言跟我们讲说你最喜欢哪一间，特别是不是部落，也不是中巴鲁，是哪其他地方的，我也很好奇哪里还有好吃的水柜。现在吃最后一间甜点。最后一摊来吃的是中巴路岛蒜。哎，你在这里经常吃岛蒜吗？我蛮喜欢吃，但我没有经常吃啊，因为我喜欢的那间在Bugis啊，我知道。你知道那间吗？那个亚博舒适中心的，对，很好吃。我们先吃，好，就是吃一下。哎，台湾人喜欢吃岛蒜吗？喜欢，我们叫做绿豆蒜。今天很奇怪了，它不会太甜，我以前吃到的会比较甜。是好吃的，我觉得是好吃的。我看一下它的油条，它油条太软了，至少它的油条是新鲜的。对，没有那种臭油的味道，没有。我喜欢吃那种脆的或是硬的，然后泡在那里面瞬间变软的那个时候就哇！我觉得它的岛蒜的温度相当好，你握在手里是热热，刚刚好，有没有？啊，握在手里有那种幸福的感觉。现在幸福吗？现在幸福，因为新加坡太热了。我现在是觉得很热。对。岛蒜就是要吃热的啦，因为你吃冷的话就没有意思了。
甜味刚刚好，对稠度刚刚好，也 OK。只是油条可以更脆一点。对，这间你会给多少啊8分，你会不会给8.5？不会，会给8分。好，一样。算是我觉得还不错，但是我心中第一名还是去亚博中心吧。那我们现在吃完5间店，是今天 Daniel 带我去吃的。其实有一些像是那个鲨鱼卤面呢，我都还蛮觉得很特别，因为我是第一次吃。还有倒瓜包，现在居然还有我没有吃过的新加坡食物，我自己也很惊讶。所以你是旅客的话，想选择一间小贩中心来捧场，就是中巴鲁。可是台湾人很喜欢来新加坡吃海南鸡饭。这里有一些海南鸡饭是必比登推荐的，可是那人龙相当的长。那这样今天吃完，你觉得你最喜欢哪一间呢？终于人味不见天叉烧面。哦，这么快？对，你已经想好答案。因为它是个比较特别的口感，我觉得很少吃到这么好吃的叉烧，我觉得真的是餐厅等级的小贩中心美食。我应该，我也是中原味。下一次来的话，我第一个想到的会是会想吃那个，对，就是会想一吃再吃这样子。中巴鲁真的有很多好吃的，今天没有介绍的，你们也可以在留言下面讲，哇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为什么没有介绍？因为今天没有开，下次再来。下次再来。可以的话呢，再来找 Daniel 一起来玩，然后做 Part 2第2集，可以吗？有这荣幸吗？很热了。下次找有冷气的，有冷气的。那如果你在这一间火锅 center 里面还有推荐其他你觉得好吃的美食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。今天也非常谢谢 Daniel 来我们频道玩。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参考一下他的部落客，我会把网址放在下面的资讯栏，还有他的 IG 账号。欢迎大家支持。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支影片的话，不要忘了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对。